征服万千绝境深渊，屹立人类文明巅峰，是无可阻挡的机械狂潮，亦是比肩神明的科技辉光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海贼王1061话未来之岛单间已更新，机械巨兵重装出击。扉页继续连载故事《吉尔玛无感情海游记》第19期。伊治、雷九带着2名刚刚得救的兄弟飞出蛋糕岛，刚刚放出毒气挡住卡塔过力的凯撒库朗也变成了气体，正在努力跟上吉尔玛军团的速度。坏蛋们逃出升天。那家伙是谁啊？从海里飞出来了。路飞一只手抓住乔巴，另一只手迅速拉伸，将半空中的小孩牢牢抓住。3个人换在半空，越过翻滚的暖水窝。波尼还惊魂未定，又瞟了一眼底下的深海，一脸惨白。怪物还在下面，快看水下！波尼奋力地喊向桑尼号，裹挟着肆虐的暴风雪，只剩下一点点微弱的嘈杂声。太好了，那个小女孩好像还活着。喂，路飞他们这是要飞去哪里啊？那个小不点好像在叫着，好像是快看水下什么的。草蜢一伙猛一惊醒，已落入深渊巨口之中。那凶猛澎湃的蔚蓝之下，一个巨型黑影张开血口，凛厉寒光闪过2排尖牙，穿透波涛，直逼猎物。水面下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啊，好吓人！快跑啊，赶紧离开这！巨大黑影猛一撕咬，跃出大海。桑尼号紧急回避，侥幸逃过一劫。伙伴们仔细一看，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只机械鲨鱼，不仅体型远超普通鲨鱼，身上还画着胖可字眼，就好像某个人的作品一样。那是什么东西？鲨鱼？不光巨大，还是铁做的。快抓紧，船要触水了！不好，路飞他们掉海里了！圣明发现远处的水花，立刻交给弗兰奇掌舵，自己跳进水里准备捞人。约定在前方的海域汇合。机械鲨鱼继续冲撞着桑尼号，强大怪力差点将船掀翻。危急时刻，弗兰奇拿出黑科技，船体迅速展开机关，2只铁臂牢牢钳住引擎，合成一台超级螺旋桨。一记船底脱兔，转速全开，桑尼号如离弦飞箭，瞬间破开巨浪。眼看猎物正在逃离，机械鲨鱼却停了下来，紧紧盯住桑尼号。雷达校准的一瞬间，鱼雷竟从口中急射而出，朝着前方海域奔袭而去。一声巨响，2发炮弹击中桑尼号底部，引发剧烈爆炸，巨大冲击力将桑尼号掀翻，船身不受控制的坠向大海。草蜢一伙被甩出甲板，接连落入水中。3只呼喊着娜美和罗宾的名字，一行人被风雪和巨浪吞没。另外一边，深海中的圣平已经察觉到了上方的动静，但眼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3个旱鸭子就在他面前，救人要紧。即便是强如四皇，但能力者到了大海，依然无法摆脱诅咒。圣明一手捞起波尼和乔巴，另一手扛起路飞，在大海里快速穿梭，准备先把他们带回船上，再去调查刚才的爆炸声。海峡很快浮出水面，眼前的大海一样狂暴翻涌，却没看见桑尼号。这么恶劣的海域，船舵根本不起作用。还没等圣平感叹，一个黑影已经迅速逼近。机械鲨鱼再次张开火炮，瞄准了正在漂流的圣平3人。又是一次猝不及防的开火，重型炮弹横跨大海，猛轰而至。圣明大吃一惊，炮击！我们从海里逃走，你们赶快深吸一口气。迷迷糊糊的3人听到圣平的指示，一起嘟嘴狂吸。抢在爆炸的瞬间，圣平带着3个气球再次潜入深海。现在救人要紧，只好先离开对方的攻击范围。机械鲨鱼以为干掉了目标，转头又盯上了正在沉向海底的桑尼号。小狮子被强劲的海流困住，无法上浮，情况危机。大鲨鱼美美地看着无法动弹的猎物，正准备饱餐一顿，后方突然出现一个巨大人影，和无以言状的强烈压迫感。只见那名钢铁战士全副武装，双肩扛着2个巨型推进器，胸前刻着星星标记，依稀可见 Vega Force 的日眼。正是此刻这片大海最具威慑力的名字。头盔中露出一双眼睛，正盯着眼前的疯狂鲨鱼。转瞬间，钢铁战士轰出一记重拳，直接将这头深海巨兽打爆。草蜢一伙避免了被鲨鱼吞掉的厄运，但此时无法摆脱的海流正在将他们拖入深渊。就在这片危险海域附近，坐落着十分特殊的海军本部 G14 支部。孩子们，又到吃药时间喽，大家加油啊！是达斯奇要我喝，我才勉强喝的哦，好难喝哦。达斯奇和海军们正在这里照顾那些从庞克哈萨德救出来的孩子们，他们曾经吃下的兴奋剂毒素被一点点清除，巨大化实验的影响慢慢减弱，孩子们的体型也正在恢复正常。达斯奇，你过来一下。海军本部 G14 支部基地长多路中将正在头疼中，贝鲁梅伯那个臭小子一直闹个不停，你不想想办法吗？达斯奇也难住了，他很理解贝鲁梅伯担忧好友的心情，而且科比上校也算是他的后辈，这种情况实在让人棘手。此时的贝鲁梅伯正拉着另一名SWORD的成员海军本部中校云雀一起哭求着其他海军的援助，求求你们了，我也拜托了，科比前辈他以前一直都很照顾我，求你们了，我们一起去海贼岛吧，王子，拜托了，王子。海军本部少将SWORD的成员之一王子格鲁斯正和几名伙伴一起试图劝阻贝鲁梅伯，那可是海贼岛啊，4皇黑屋子的老巢，稍微碰一下就会有杀气腾腾的海贼像马蜂一样飞出来。尽管凶险万分，但贝鲁梅伯并不想放弃。这里离弹箭岛很近，带赤天使一起去吧。你们2个认真的吗？给我冷静一点啊！现在德雷克还音信全无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明白吗？
另外一边，盛敏带着路飞三人登陆附近一座陌生的岛屿。这个被救起的小孩终于展露出真正的身份。你连我都不认识吗？亏你还是罪恶劣世代，我的名字以前是和你并排着的。2年前香波地群岛，我也在那里。啊，你也是罪恶劣吗？我叫波尼，是你的敌人，好好记住。不过还是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不客气啦，波奇。波尼还没意识到，不管自己解释多少，路飞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。4个人脱下湿漉漉的上衣，正在拧干海水的冰冷，小巴像滚筒一样甩干自己身上的水分。路飞挥舞着衣服，弹开清凉的水珠，开心的像个傻子。波尼开始怀疑人生，这家伙真的是4皇？你那张悬赏令怎么回事？头发全部变成了白色，在报纸上还引发了一阵轰动。啊，那个是我最自由的形态。什么跟什么啊？你的同伴呢？他们怎么了？他们会想办法的。路飞摆出了无胆大力士的姿势，相信伙伴们能逃出危险。盛敏冷静地坐在一旁，对于波尼，他的疑问更多。我才想问，你的船和同伴呢？他们怎么了？我是一个人来到这里的，船被那个铁皮怪物给吃了，肚子饿死了。一聊到干饭，立刻摸到了路飞的店门，瞬间也饿了。那我们也去找卖吃的店吧，我也好饿。路飞，你带钱了吗？喂，无知也该有个限度，哪来什么卖吃的店啊？我来告诉你们吧，这里是世界政府直属的岛屿弹尖岛。那云雾缭绕的神秘之岛，在风中缓缓拨开面纱，一层郁郁葱葱的绿意托起神秘的巨大山岩，宛如铁齿的破裂洞口，散发着神秘而深邃的气息，环绕四周的机械星环，交织着科技与梦幻的魅力，被人称之为500年后的未来，也是那个贝加庞克的居住地。贝加庞克这名字我听过，我就是找那家伙有事才来这里的。机械浪潮与科技之力，毫无疑问正在改变这片大海。狂风暴雪中，钢铁巨兵双手托起三尼号，屹立于冰天巨浪之上，岿然如山。纵然是残酷无比的自然绝境，在人类科技文明的巅峰面前，也被彻底征服。草帽一伙成功获救，但眼前的巨型机器人又是何方神圣？索隆纳美盯着眼前未知的机械生命，而弗兰奇和乌索普已经彻底沦陷。卡里布从木桶里掉了出来，罗宾和布鲁克两个能力者刚刚恢复力气。钢铁巨兵腰间突然打开了一扇门，还是不行，为什么又失败了？生物的欲望始终无法控制。三只眼前一亮，有个人影正在从机器人体内走出，真伤脑筋啊！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谢谢你救了我们。神秘人却不想搭理弗兰奇的道谢，只是自顾自地念叨着：“我给机械鲨鱼下达了命令，只有侦查、报告、炮击。要是吃掉的话，值钱的东西不就全泡汤了吗？程序加载错误啊！喂，谁说过要救你们，海贼们？老夫是只受雇于政府的天才科学家多特·贝加庞克。从钢铁巨兵体内走出的是英姿飒爽的妙龄少女，惊叹世界的科技巨星。”以上就是《海贼王》1061话的全部内容啦。下周休刊。本话终于拉开新冒险的序幕，未知的海域、神奇的机械、科幻的岛屿，毫无疑问，海贼王世界铺垫最久、最神秘的角色之一贝加庞克终于要正式登场了。改造人弗兰奇以及拥有解码科技的三只，这两个跟贝加庞克相当有缘的伙伴，接下来的表现值得期待。当然，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贝加庞克到底是什么立场。本话短暂出现的海军 G14 支部，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面孔。神秘的 SOUL 的组织接下来会有什么行动？炽天使会再次出现吗？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